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钟老和。川普今天又大喊我们赢了，我心想，你有没有搞错，大哥？你不是他口了吗？不，他是真的赢了，而且赢麻了。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有人发动战争就为了两个事情：第一个把能源给夺过来，第二个是什么？我拥有分配资源能力。而现在川普他的战争目标就是去搞这件事情。现在的美国能源，现在对于美国来说，我根本是削翻了。到底削多少钱？你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济部长龚明鑫说的，你就完全懂。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抢天然气，台湾也在抢，抢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现在一艘的天然气竟然要加价10亿美元。不是台币哦，10亿美元，而且川普还趁这个机会去施压了欧盟。之前在荷姆斯海峡这一役，我叫你欧盟来帮忙，叫你欧洲国家出力，你们不出力，好，现在就轮到我威胁你们了。你现在就是要给我吞下7500亿的能源采购，如果你今天不吞下的话，那你的能源就没戏了。所以为什么川普说我们赢了？因为这一场的目标赚钱跟能源，它已经达成了。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的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专业专家林廷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吴正峰，大家好；好，最后一位是桃园市议员黄敬平，大家平安。松哥，我们今天终于懂一件事情了，为什么今天川普说这场战争已经赢了？大家说你明明就他口，对，那边说没有，他是真的赢麻了。所以这一次的战事里面，我们都知道，现在和谈都在 ING 都在进行当中，而且我刚特别提到，自古以来发动武力就干两个事情：第一个，我把你的资源给夺去；第二个，我拿到控制能源能力。现在的美国拥有这两能力之后，他的能源根本是削翻了。没错，照我刚才讲到说，历史上的战争就是夺取资源或是资源分配。现在呢，美国在这一场战争中已经完成了他的战果嘛，所以你看，川普才会说我赢了，已经赢了。这个核能的这个问题来说啊，反正这个可以谈。我重视的，川普自始至终在意的就是两件事：石油的霸权，还有航道的控制。所以他最在意，你看他今天就直接跟你讲，他说我告诉你啦，对方想要达成协议啦，他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了海军，没有空军，连通讯系统都没了，这是大问题啊。然后他就说我把他们杀光了所有的这个人啊，现在又换了一个新的人，我们看这次会怎么样？也就是说，现在他们跟他们在谈判。那他还说了，这个伊朗呢拿了非常好的条件，这里面呢跟这个核能无关，那跟了石油跟荷姆斯海峡有关，所以我才跟你说，他念之在之就是这两件事。对，那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就说这场战争已经赢了呢？我跟他讲，美国真的赢麻了。为什么美国赢麻？第一个，他现在假设战后他可以控制这个伊朗的石油之后，他现在全世界的石油他说了算。对，好，那另外控制这个荷姆斯海峡之后，他也说了算。他现在不是有传言说伊朗跟他说，我未来要磕每一艘要200万美金。我想赵和，你觉得美国会不会收？你收我也收嘛，大家一起赚，大家双赢。好，那我跟他讲，而且现在美国还趁机勒索大家。为什么趁机勒索？我跟他讲，我们台湾也很担心说，我们可能会没有 LNG 船。对，就不要我们现在经济部长就说，现在的天然气价格比卡达买的时候要多超过1倍了。好，另外一个，以目前抢到了6月来说，一艘船大概多付10亿美金到11亿。也就是说，20多艘的话要多付200亿美金左右的价位。天哪，有过贵一艘多10亿，对，不是台币是美金。对，那为什么这样说？第一个，因为我们知道 LNG 船来说的话，第一个，过去一段时间 LNG 价格涨1倍2倍。对。那另外你还要船啊，船目前为止来说，照人船大概涨4倍到5倍，更多。所以你两个加起来的话，可能就相乘嘛，2乘以5到10，大概10倍11，所以比战前多增加这么多，那是真的是这样。这个龚明鑫讲的并没有错，全世界都这样抢。那你看我们抢谁的 LNG 啊？美国当然抢，所以我说美国赢嘛，赢都赢麻了哈。那他是现在 LNG 的，他们现在坐地起价，就说我们现在就卖。我跟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们美国 LNG 过去一段时间都是价格是0，对，因为他们是开采出来的卖不掉，太多了，对，卖不掉，他是丢掉的，我不要的。他现在是额外赚，所以你说美国是不是这场战争已经赢了？这毫无疑问。再来的欧洲，他现在跟欧洲那个谈判啊。他说什么？欧洲前一阵子不是因为美国这 IEEPA 川普被判违宪，对，欧洲就说我们跟你美国谈的这个合约啦，这个所谓新贸易协定，我们再考虑看看。对，就现在又警告你啊，他说你不通过的话，未来你不是说要买这个7500亿美金的这个能源吗？他说我们美国就告吹，就不要喽，就不要哦，你没有能源你就死喽。对啊，没错，你看美国驻欧盟大使还跟你说，如果这项协议没有执行的话，欧洲跟美国的贸易条件将不能如此有利，而且因为国际上的美国的买家，美国的能源到处都有人在买啊，所以他就说你赶快买哦。然后他甚至
正好他还逆向加码，他跟川普，他可能吃到川普的口水了，7500亿不够，他说我认为应该要高达1亿哦，哇，对啊，直接跟他狮子大开口。对，所以我跟你讲，现在我觉得这的确啊，1兆哎，对，7500亿，对，到1兆，对我刚才讲是1兆，所以呢，这就是美国现在能源就是赚麻了嘛。看到今天川普还说了这一段哦，我们都知道伊朗现在说哦，我是有限度的去开放核武资，结果伊朗就说，伊朗送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也直接讲白，石油跟天然气。跟荷姆斯海峡是有关的，对，没错。照我看，我刚才就说，川普这个人呢，他讲的就是一定是他最在意是钱，对。所以他就说，今天呢，可能他们在谈的那个人送给我们一份礼物，那这份礼物到了是个大礼，价值极为可观。我跟你讲，以川普的抗战，你觉得极为可观是不是真的很可观？那真的是暴利了，暴利，他超级有钱的，他一定是很开心嘛，他才会这样讲嘛。好，那我跟他讲，为什么目前为止来说，战事呢，可能我觉得现在可能双方真的在密切的接触。为什么？在避免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所谓D-Day 里面来说，川普老大不开心，就是拍桌就开始冰的哈。所以现在我觉得伊朗方面真的很害怕。对，所以你看他们有没有在退缩？有。他们现在就说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说荷姆兹海峡被封吗？就没想到，你看伊朗告诉联合国说啊。我们只有非敌对国家可以通行荷姆兹海峡。他说我们只有针对敌对国家，对，或者说你资助美国的国家。那敌对国家来说，就只有2个，一个是美国，是以色列。对，那照了美国跟以色列有通过这个地方吗？没有，根本没有。我美国哪需要你也有？对，所以我就说，你看他你只要跟伊朗主管单位协调，就可以安全的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变相来讲，其实伊朗也已经放行了，对，退缩了嘛。另外一个就是看。目前那到底有没有船经过？你看，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他说有一艘载有200万桶的伊拉克原油的超级油轮通过了荷姆兹海峡，这是伊朗开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所以已经有船只通过了。对，所以这告诉你什么？真的已经有船通过，伊朗说了也不是假话。对，伊朗就是已经跟川老大说，你看啊。我有绑啊，我有放人哦，放人的话，那我们就这个协议呢就通过，你就不要打我。那后续我要给你送上大礼，会继续给你哈。那我们刚才就讲，为什么这一次对美国来说赢嘛？你看，这是川普前一阵子他在这个出搜球上面他自己 po 的啊，他说你看我们现在美国的。这个美国能源，你看已经超过了俄罗斯跟沙特阿拉伯的总和，然后他还说什么能源独立，美国胜利，这样一个状况。那我们不需要伊朗神棍的能源，我们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的确没错，美国是这样。美国现在不只是依赖，不需要依赖任何人，现在是全世界要依赖美国啊，他也可以去威胁其他国家。我跟你讲。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啊，全世界能源就几个地方，一个是中东，对，中东目前为止能源卡住啊，荷姆斯海峡，然后很多油气被炸，中东没有能源啊。另外一个俄罗斯，俄罗斯美国是说你可以短期卖啊，问题是长期不能卖啊，对，所以你现在真的能源很少啊，对，你就只能找美国。委内瑞拉的油也在美国手上啊，所以我就说现在美国就是这样。好，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他这个美国驻欧盟大使他就直接说啊。他说：“你这个你这个美国跟欧盟的贸易协定赶快过吧，对，这些都 OK。然后他甚至为什么欧洲目前为止压力很大？你知道吗？欧洲他们过去的这个是他们要工业要电从哪里来？电从天然气来。对，那天然气来说，现在有几个来源，一个是俄罗斯。对，但问题是他们现在不是跟俄罗斯说我们要断气吗？对，我们要减少俄罗斯的电，好过的油气。所以过去一段时间从卡达来，但问题现在卡达怎么样？”它关了啊 ，LNG 都关了。对啊，那没有那怎么办？所以现在欧洲现在的天然气价格飙升。对，那以目前为止欧洲的现货价格来说，已经是美国的5.8倍。我们刚刚讲天然气已经非常贵，对，它还是美国的5.8倍，因为它更贵，它更需要。哇塞！所以你看，它是美国的5.8倍之后，那它可能也是我们台湾的2倍到3倍，这个日本的好几倍。那请问你，它这样，它要怎么去跟美国竞争，跟全世界的商品竞争？对，根本不可能，对不对？那你看，不只是这样，亚洲国家也是这样。亚洲国家现在日本、韩国、台湾都在抢美国的 LNG， 对，所以他大使跟你说，你进哦，没来都进哦。阿伯利的某啊，他说我们很多人要哦，不是只有欧盟要哦，亚洲国家也要哦，全世界印度什么都要，你开心通过，你看他等于是透过能源扣住你的贸易协定，对，那你说你欧洲要不要同意？好，另外一个部分来说，你看现在目前为止到底美国多赚？你知道美国有一个公司叫钱尼尔，你看我们台湾官员说，我们6月起会跟在德州的钱尼尔签合约。那新合约来说的话，会让我们从美国的进口的 LNG 会从原本的10%提升到25%。对，这样某些程度来说，可以降低对卡达跟中东的依赖。好，那你看为什么？他说，你看他们自己又讲，
我们目前的这个钱尼尔，我们已经这个在这个休斯顿说，我们现有的液化天然气已经超过名目上的最大产能，持续满载运转。对，因为太多人要了，我们已经没有多余的产能供给市场了。他说，我们原本呢是今年的年后了，没多久会有新产能会出来哦。他说呢，我们原本春季要维修要停产，但是因为现在暴增，所以我们就延到秋季哦，那挤出一艘船的这个产能给全世界哦。他到底是多想赚钱，而且到底是多大的订单？对，原本要税收的东西，要修的我不要修，是你就是给我弄。现在是可以捞一笔、可以削一笔的时候了。没错。那他还说什么？他说原本我们现在的这个亚洲进口都比较少，但是现在亚洲进口更强劲。对，因为日韩台湾都在抢，他说货轮要有更多改向东向，然后欧洲被迫在高价节能跟替代之间做痛苦的抉择。所以呢，现在欧洲就是变成这样的情形啊。对。那照你知道全部加起来的话，美国媒体公布说，我们这一波所有油气能够吃到的总红利，到目前为止已经价值了630亿美金了，太好赚了吧？难怪川普一直说赢了。对他们这个天然气是怎样？他们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页岩油气。对，页岩油气打下去的时候呢，事实上就是气就冒出来了。对，因为它主要是水把它灌进去之后，气上来。那气上来的时候就装成这个所谓液态，装成这个所谓的 LNG 的这个形式，或者装成是页岩油气的这个部分。照你知道没有弄的话，它就一直在燃烧，就是散掉了，就散掉，就不要啦。对啊，所以它等于过去的成本没有卖出去的成本是0，它现在是满载都卖得很高价。过去是干嘛？连卖都没办法卖。对，现在是削爆了。对，所以你看这个所有权尼尔的股价，你看也是之前呢有一波往下跌之后。原本大家认为说战争啊惨嘛，就没想到战争以后它就马上往上冲，你看股价就冲破了这个历史新高。对，好，另外一部分来说，你看过去美国是这样，我们先给大家看美国 LNG 船呢比较近，它就来到哪里？它都到欧洲来，对不对？因为欧洲比较近嘛，哈，所以过去美国 LNG 船都是到欧洲去。好，那后来呢？你看它现在就准备到亚洲来，对，其实到亚洲来要21天的时间了，比较远呢。那所以过去台湾很少买。这个美国的，我们都从这个这个所谓中东来，中东大概16到18天，对，然后还有买印尼的，印尼大概是5天到6天，所以我们都买什么印尼啦、中东，还有以前还有被他抓到说我们买俄罗斯的，比较近嘛，所以很少会买美国，但是现在没办法，中东博啊，那怎么办？就买美国，所以美国现在21天就来到这个地方，对，那过去他们不是都到欧洲去吗？所以他现在钱尼尔就说不好意思哦，我们现在这个亚洲的订单更多，所以他们现在就跑到亚洲来。就这样子，而且亚洲愿意付船费啊，愿意这样，所以你就倒霉就是这样。好，所以我才说这已经改变了整个未来能源的格局。除了刚才钱尼尔大赚之外，还有另外一家公司也是一样，它叫 Venture Group， 它也是用这个所谓页岩油气的这个开发商。他说呢，我们目前为止来说，首座设施在2021年开始做，他们目前为止是最大的这个厂商之一。对。然后他就说，在今年的2月26说，我要供给给这个韩国的这个厂商，然后预计从2030年起，每年供150万吨的这个天然气。那你看，事实上这个公司 Venture Global， 你看成立没多久之后，现在开始大喷发。那开始大喷，你看他们老板说什么？他们就说：“哎呀，我们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大可增量的 LNG， 在这一场历史性的供应链中断中发挥重要的角色。”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一家公司还推出了第一个全国性广告。对，到底多赚钱？是它的宣传的口号叫什么？势不可挡的能源。对，还花了7位数，就是播现在这个。就知道美国到底赚多多，可以这样子搞的。对，没错，而且他还邀请这个奥斯卡得奖主来说来担任广告的配音，这么大的阵仗，王牌阵仗，然后还有势不可挡的能源哈。对，那另外一个，我们就讲，你看这个拍得非常好看哈。另外一个这个咨询机构就说，美国天然气取代卡达的这个供气，那不过对天然气急需的这个买家，只要愿意付更高的价格就可以取得。所以简单来说，现在呢，价高者得，反正你只要愿意付高价，One Big Go 都远远给你了。你看它股价也开始涨起来。你看它原本都在这边，对，然后这个多少？已经到这里20块。它的2025年营收已经到138亿美元，它已经开始往上冲了哈。好，那我们就跟他讲，还有这个，我就说现在好像有一些国家呢在配合美国在演戏。哦，为什么这样讲？你看乌克兰这几天呢，突然他就针对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出口港呢，普里莫斯克，他就进行一个攻击，炸它。那攻击来说，因为它这里面出口的这个每天是100万桶，100万桶蛮多的。伊朗以前在战前的时候，一天才300万桶，它这个地方一天可以出100万桶，很多哦。就没想到他把它炸的话，
照你看这炸了谁最开心？川普那边笑得太开心，川普笑得最开心，欧洲脸都绿了，对，全球脸都绿了。是，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川普会说这场战争已经赢了？没有错，至少对美国的能源、对美国油气 LNG 业者来说，这一场战争绝对是大赢特赢的一个局面。文姐，如果今天真的是跟川普讲的，我们赢了，尤其是我们刚刚看到，现在伊朗的态度也松动下来了，就荷姆斯海峡是非敌对的都可以去通过，而且该谈的那个人现在可能就在巴基斯坦，正在谈判当中。那如果今天美国跟伊朗已经结盟，都已经大家一起双赢的话，那到底未来的人会是谁？今天《华尔街日报》还特别撰，我们之前不是讲谁是接班人吗？是，今天他特别把它点了出来，他是他的这个议长，叫做卡利巴夫，他特别形容他几个特质，很务实，是跟钱有关。对，而且今天你还跟我们讲，是说我今天先捧你，你就好好跟我谈。如果你不跟我谈，不要忘，刚刚世聪哥讲，礼拜五就是最后一天，再不听话，我就杀你了。是，反正就是把两手策略，什么两手策略？红萝卜跟棍子。嘿，川普现在棍子都准备好了，就看你这个红萝卜，你要不要乖乖听话？那现在有趣了，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卡利巴夫？对，我们都知道之前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已经在跟伊朗这边在谈和谈。第一个跳出来是谁？卡利巴夫。卡利巴夫说没有，哪有这种事情？没有这种事，没有这种事。就后来人家想说，奇怪了，怎么种种迹象里面都显示，其实好像就是你耶。因为据说卡利巴夫曾经在一个他们自己革命卫队的里面高层的会谈里面，直指其中一个人说：“你们都把钱给贪污走了，我不相信真的当美军搭着他们的军舰来到这里荷姆兹海峡大军压境的时候，你们抵挡得住吗？”对。所以就有人说，他外面看起来好像我们要力抗美国，我们要跟美国死磕到底。但关起门来，他是对他们自己的革命卫队是骂说，你们有几斤几两可以跟美国杠到底。所以就有人说，哎呦，他好像真的有可能是要代表这个跟伊朗和谈的人。而且第二个，他跟川普其实有一个特性是很像，什么特性呢？务实。他们就说这个卡利巴夫他的爸爸是商人所以他其实不是那个什么神学士那种，不是。你爸爸这行李，他懂交易的艺术，是他很懂交易的艺术。然后呢，之后就是个和米尼，就是还有包括就是之前哈梅尼上台之后，他就马上加入了革命卫队。加入了革命卫队之后，他其实很懂，你要在这种情况之下出头天，你一定要非常的强硬派。所以慧珍姐，你这样一讲下来之后，发现川普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因为他的个性跟他非常像。第一个，你说他跟那种从商非常像；第二是什么？他的强人形象。为什么说强人？他里面特别讲到说什么？卡利巴夫，他是自己，要么是自己骑车，要么是自己开飞机，就是那种等于是伊朗版的普丁的感觉。你知道他开这个飞机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2024年。他们那时候自己开飞机的，已经自己在开飞机，60几岁还在开飞机啊！所以他要展现他的一种强人VTA 正得这种形象，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就是要展现很强悍。尤其那时候他们已经在跟以色列已经有开战，所以他都代表着我随时需要我，国家需要我，我站到第一线，我开飞机去冲刺都没关系。你太帅了吧！太帅了。然后2025年就是去年，不是也是在跟战争的时候，你知道他竟然骑摩托车，而且是摩托车机动啊！他说他那个去年6月的时候，跟战争期间他竟然就是骑着摩托车在德黑兰四处在那边征询在那边侦查看最重要的这个军情状况。你说以色列跟美国去年发动这午夜重锤的案子的事情，轰得乱七八糟的时候，他骑着欧多拜大街小巷在德黑兰穿梭，在侦查。很现在拍007就轰，然后就赶快那个过去，然后轰他就过来，很厉害。所以人家就说他确实是川普会喜欢、会欣赏的英雄型英雄啊。然后现在人家就说，这个事实上他本人已经有4次要选总统，所以呢，他事实上是很想要当领导人的。然后过往一直没有机会最后一次选的时候，听说只有13%支持度。川普现在出现了，川普出现可以满足他的一个妄想，他想当总统的这个愿望。第二个，他对川普来讲，不是就等于委内瑞拉的之前那个副总统，现在罗德里格斯，对，所以两方其实是有得谈，有得瞧。现在就在看说，这个礼拜五也就是3月28号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可能个谈判成？好，那我们刚刚不是提到吗？他不是这个美国就准备好萝卜跟棍子嘛？对，萝卜是什么？那我们共管荷姆兹海峡，你要知道，一起赚钱，一起赚钱。本来川普是说我要把你们打到什么，你们无条件投降，现在愿意跟你一起共管，等于说来某来分啊哈。那第二个啊，那什么叫做胡萝卜？军队来了，你看，现在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这赫格塞斯啊，他说什么？我们是用炸弹来谈判的 ，We negotiate with bombs。bombs，James Bond。这是一个最大的棍子。今天如果你没听我的话，礼拜五没有谈判成功，或是你不想成为我的人，成为我第2季的接班人，对，那我干脆把你杀了。就这个意思。我跟你讲哦，现在他们甚至有个说法，现在你知道这个5天不是说好那个让你们考虑5天吗？他说天哪，原来这5天搞不好是川普的缓兵之计耶。什么叫缓兵之计？现在已经有2艘军舰，一个是从冲绳过来的迪利波里号啊，另外一个是从加州过来的全狮号啊。这个全狮号啊，等于是小型航母啊，上面不仅带了数千名的美军的军人啊，甚至还有什么？还有地面的战斗力部队啊，什么一大堆的大炮啊、坦克之类的。所以人家心里想说，我君临城下到你的门口，你如果不接受我的条件，那我们现在即将就可以登陆来攻占。最重要一件事情，最让人家吓到的什么？美军第82空降师还记得吗？就之前那个狙击那个苏雷曼尼的，对，现在他们直接也呛瞎。这个第82号空降师说什么？18个小时，我们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而且我们会带着胜利回来。田伟老师，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中东战事，有太多人除了是劝和之外，也有很多人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重塑中东的权力版图。你看到以色列到昨天都还在疯狂的，你看到那画面就知道，疯狂的轰真主党的据点，而且是不带感情往死里打的那一种轰。我就知道以色列是要干什么事情。第二是什么？这讯号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萨尔曼。萨尔曼今天已经被爆出来了，从开战初期一直劝川普要打这个人，到第二个跟他讲说不要谈，打到底。因为对他们这2个来讲，今天你中东的版图要开始做一个很大的改变。中国这几年投了多少的资金下去，现在不就都打水漂了吗？对，所以我们表面上看的是美国跟伊朗，还有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哦，但是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中东的大部分的国家，主要的国家都卷进来了。对，而特别是所谓的伊朗的过往的死对头，它这死对头不是只有过往的伊拉克而已哦，这过往来讲的话，连包含沙烏地阿拉伯也都跟他是死对头。大家知道说，一个是逊尼教派，一个是什叶教派。过往萨尔曼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他曾经也就是主张说要对伊朗采取强硬的措施哦。对。那这一次来讲的话，刚好让他逮到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原来以色列跟川普决定去修理伊朗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在背后叫好，而且叫好的是支持川普这种做法，继续打。那这代表说什么意思呢？他跟川普讲说啊，你就去打他，钱的事情我没有问题。这边来讲，沙烏地阿拉伯什么不多，就是多的就是钱啊，所以。记不记得去年当川普去沙烏地阿拉伯访问的时候，其实萨尔曼大家以为说美国跟他关系不好，事实上萨尔曼那时候应该就已经跟川普在谈这些事情了，谈准备要修理伊朗的这些事情了。对，那后来呢？看到的确去年的6月的时候，不是轰炸了这个伊朗的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可能制造核弹的设施吗？对。那萨尔曼现在来讲，竟然又跟美国讲说，你们不要停手，继续打。往死里打，不要和谈。对，把他的那个所谓的政权整个把它歼灭掉、弄掉都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说，现在这个时间点是改写中东整个区域秩序的一个重要的时机点、重要的机会，你绝对不能放过，不然的话以后怎么办？你让这个政权继续存在的话，那个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记不记得拜登执政的时候，中国在中东搞了什么事情？中国竟然在中东去要求去撮合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建交。对，开玩笑，你现在反过头来去思考说，为什么现在沙烏地阿拉伯反而要让伊朗死？对，就往死里打。那时候你中国去叫他们2个建交是什么一回事？
两个仇人，然后你让两个去建交，让两个去结婚，这根本就逻辑上就不对嘛。所以就代表说，中国是不是没有好好的深入研究整个中东的整个情势？对，以至于说它的中东政策来讲的话，乱七八糟的。那最后来讲的话，你不管投资哪里，特别是他提出的一带一路投资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是不是等于是打水漂的概念？所以现在就是说，我们发现到最近来讲的话，包含从去年一直到现在，你知道川普1.0的时候曾经提过一个什么东西？亚伯拉罕协议。对，这份协议叫做亚伯拉罕协议。有人说这个有可能会未来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其实当1.0的时候，川普1.0的时候，他提出亚伯拉罕协议，很多人看不好。很多人看不好，原因是什么东西？就是说，以色列跟阿拉伯世界的国家本来是格格不入的啊。对。那其实用了亚伯拉罕这个名称来讲的话，就是代表他们远古时代来讲的话是有共同的历史价值的。而这个协议当中的核心精神是什么东西？就是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建交。对。以前是这样子，以前阿拉伯世界国家说，你以色列先让巴勒斯坦先建国。我再跟你建交，对。但是现在倒过来变成说，我先跟你建交，巴勒斯坦以后的事情再说。但是中国不是啊，中国还在笨笨的这边支持巴勒斯坦，说要先建国，然后呢才去处理以色列跟其他国家的关系。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你看到了，去年来讲的话，连哈萨克都进来了。对，而且你看到去年年底，以色列为什么要去跟索马利兰承认索马利兰？我们台湾也是承认索马利兰哦，所以是相关的会有结在一起的概念哦。所以今天不是阿联酋，就是所谓的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就是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还有甚至未来卡达，然后现在的哈萨克，然后呢，现在这个那个索马利兰等等这些穆斯林的国家，对，都一个一个跟这个以色列来建交，这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当你跟他建交之后，以色列就会把资金，美国就会把资金投资在你这些地方，然后相互投资，相互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双方的这个建交之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协议，还有直航，整个全部都来了，那不就跟那个所谓的中国的一带一路来拼，差太远了，来拼场了，是不是？那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打水漂了。那这些国家来讲的话，重新建构一个整个中东的秩序。所以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美国、以色列在打伊朗，但是事实上，现在川普正在做一件事情，是结合整个波湾国家来重塑整个中东的游戏规则跟秩序。那只要中东游戏规则秩序被建构起来之后呢，中国就被赶出去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